现在我骑行的这条大道呢，是祈福一条村内的大道，就叫祈福大道啊。我说的这个咖啡屋呢，就是我现在右前方这一家。你看啊，门口还是挤满了人。现在我面对的呢，是湖里的一个半岛啊，完全都掩隐在这些绿树丛中。灵活的步道上呢，有很多老年人在这边打牌、捉棋，各种休闲活动。嗨，大家好！现在下午4点多钟了。今天天气非常好，一扫这几天比较阴暗、湿热这种气候，就感觉这才是春天应该有的样子。其实我刚刚开车从外面回来。在广州城区转了一大圈啊，回到村里呢意犹未尽。刚刚开着车到祈福湖边小转了一圈，看到周末村民们都在湖边休闲，感觉大家这种气氛啊非常的和谐，也很祥和。所以我就想着，还是开着车在村里转转吧。正好村里的阳光非常的温暖啊，但今天一点都不感觉到热，就感觉今天比较爽利，没有像前一阵子那么的闷热了。我记得上个视频啊，也是在村里面转圈，随意的跟大家聊了一聊我骑行这种小步行的折叠单车好多年了。最早买的这一台，也就是我现在骑的这台车呢，它毕竟是一台老车，可以说它是一台老爷车了。就有些零部件需要更换，那我就买了一些替代品，装上以后呢，就感觉好了很多。现在骑行在路上，这个车一点都不晃，也没有什么声响，脚踏呢很紧实啊。那说起脚踏呢，我买的折叠式的脚踏还没有到啊。所以我在等着，到时候换上以后呢，就可以躺平在我的汽车的后备箱里啊，就可以到一些郊外的地方啊，远一点的地方去骑行了。那今天呢，我只在村里转转圈而已啊。这边呢是康乙居。现在我骑行的这条大道呢，是祈福一条村内的大道，就叫祈福大道啊。这个边上呢都是4、5层、5、6层这样的低密度的住宅区。但祈福现在呢，其实起了很多的高楼，就像我等一会儿要转过去的怡湖湾那边，正对着祈福新村里面的一个人工湖，像公园一样的有环湖的步道，也包括可以骑行的道路。那更多的呢是供大家休闲的一些设施，包括凉亭啊等等啊。
所以那个地方呢是村民们喜欢活动的一个热点。虽然说祈福村内不缺绿地和公园，但是唯独那一片呢，因为有一个湖，边上呢建了很多的设施，老少皆宜的一个地方。现在这边呢，基本上已经来到了祈福新村最边边的地方了，就外面呢其实就是莲花大道了。右侧这个延康祈福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经开张了一阵了，看来一切正常。每天会有很多村内的人到那边去看病、拿药，接受一些保健服务。到了这边呢，我的左侧就是祈福最好的湖畔后庭。好，现在呢，我来到了怡湖湾后边的这条小道，这是一条比较安静的小道，我还是经常到这边来骑行的。今天我在这边呢，是因为前面有一家咖啡店开得很成功，几乎每次来的时候呢，都看到坐满了人，很多人还在这边拍照留念。当然，绝大部分都是年轻人啊。我是不看小红书的，不知道这个店在小红书上面有没有介绍。左侧的这一排排的楼房呢，就是怡湖湾，都是可以望祈福湖的房子，所以相对景观比较好。我说的这个咖啡屋呢，就是我现在右前方这一家。你看啊，门口还是挤满了人，好像很多人还在等位啊，很多人还在这边自拍。这里一共也没有几家门面的店铺，生意看上去还挺不错的。右侧这边呢，有一片山路，应该都是天然存在的一片山坡，也是祈福新村的一个边界的地方了。右侧是祈福的一家幼儿园啊，好像我看到村内有发通知，最近几天应该会有一次开放日啊。果然已经打出来了，祈福怡湖湾幼儿园开放日，到时候有孩子的家长呢，可以到这边来看一看啊，来听听些公开课，了解一下这个幼儿园的一些情况，是不是适合自己的孩子。这边呢就是环湖大道了，我已经听到人声鼎沸的感觉。哇，小朋友们在这边玩耍，我就干脆到他们身边去经过一下。看看，右侧是一个沙池，左侧也是。今天爆棚了，很多家长带着小孩在这边游乐。
现在我面对的就是祈福湖了，虽然人有点多，但是我们在这边就缓缓的维护骑行舟吧。看看这边湖边休闲的人群，像极了公园里面的热闹场面啊。夕阳已经下沉了，我们来这边看看这边的一条栈道。原本呢，这边是一个小游艇的码头，看来最近把这些游艇都收拾干净了，不经营了。现在我面对的呢，是湖里的一个半岛啊，完全都掩隐在这些绿树丛中。而这个里面呢，应该是养了几只孔雀啊，还有很多黑天鹅的窝在那个地方。这边呢是有点神秘的一个地方，但是我来过很多次，好像都没有开放给大家。我们来看一看。这一路过去啊，这边就是怡湖湾的一群楼，景色还是不错的，尤其是像现在这种气温比较适宜，出着太阳又不会热的时候啊，在这边站一站，我觉得很不错。我一般的都是骑着车通过一下而已，但今天我就放慢脚步，推着我的车在湖边稍微缓缓地走几步，感受一下周末的休闲的时光。左侧湖边这个凉亭，这边伸展出去呢是一个喷泉，跟我的右侧这边呢就是一家河堤。有时候祈福我把它称之为一个小镇，就有点像那种西方的小镇。当然它的人呢已经远远超过一个小镇应有的人数了。看啊，我的右侧这边有瑞幸咖啡，还有一些卖食品的小店。这边还有一家卖包子的店，而这边呢就有一家哈罗生鲜超市。我推着车我就不进去了，它是蛮宽大的一个超市。现在我再回到湖边人多的地方去凑凑热闹。刚才那个叔叔要到这里来捡了，我没有，我怕人家说现在帮你到这里。
灵活的步道上呢，有很多老年人在这边打牌、捉棋，各种休闲活动。祈福新村呢，作为广州郊区的一个楼盘呢，它也兼顾到普通人的生活，还有他们的荷包，所以整体来讲啊，这边的房价呢是不高的啊，但是它这个里面的氛围还是相当不错，我感觉老少皆可吧。对于老年人来讲啊，他们奋斗了一辈子，那他们就需要有一处休养生息的地方。哦，这是要干什么？舞旗子，这个还是要花一些力气的吧？这也算是一种集体活动。而对年轻人来讲呢，更是因为这边房子的可负担性比较好，所以还是会吸引着不少的年轻的夫妇到这边来置业。那同时呢，这边又有很好的教育的体系啊，当然也有很好的医疗保障，并且呢有很多运动的场地，所以这个是年轻人也是非常喜欢的一种社区。现在我在济湖湖边呢缓缓的骑行，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这样缓缓的在湖边骑行了，每次都是急匆匆的健身骑行而已。那今天呢，我要放慢一下脚步，放慢一下速度啊，沿着湖边来转个1-2圈。看到对面的岸边呢，有好多的黑天鹅停在那里。这边呢，应该就是黑天鹅之家了。现在不知道有多少只黑天鹅，据说当年只有2只，繁殖的越来越多了。左侧这边又有一处孩子们玩的地方。夏天呢就有很多水，现在好像没有什么水在那里，很多人会聚集在一块唱歌。现在它那些都是没味道的，花卷是没味道的。那么高，这边呢可以来看一看啊，正对着颐和湾的楼群，还有前面那个有个河滩的，有很多黑天鹅的地方。左侧是一个篮球场，好像有专门的老师带着小朋友们在这边练习、学习打篮球。玩啥子嘛？
这个就是通向那个半岛的一个入口，但是呢，这边门总是关着的。瞧瞧，看左侧有多少个家长带着孩子在这边玩耍。到了这边呢，我已经在湖边转了一圈了，一圈呢大概1.5公里左右。那快3岁了。祈福新村里面有很多年轻人，他们都从全国各地各个地方来广州工作打拼的。那城市里面的房子呢难以负担，所以他们选择郊区的大盘。同时呢，他们也可能需要这个父母的支持吧。比方说，作为双职工的话，需要有大人帮他们照看一下孩子。所以在祈福村里住的很多的老年人呢，也都不是本地人，而是这些年轻人的家长。那在这个村里呢，他们也帮忙照顾自己的孙辈，但同时呢，他们也休养生息，找到很多同好的朋友，以自己各种兴趣来安排退休生活。这就是祈福新村最常见的一种生态。好了，我已经在湖边呢骑了差不多1圈半了啊。现在呢我就告别祈福湖，顺着这条马路掉头准备回家去了。今天呢纯粹就是因为出去办事回来，在村里开车转了一圈，就感觉到今天天气不错啊，湖边很多人休闲，就是受到了一些感染，就骑着车呢到湖边也来跟这些邻居们村民们在他们身边呢和他们
相处一下。主要是骑车也就是匆匆而过，但是呢，我的视频还是会留下很多村民们这种生活的场景。我相信呢，大家看着我的视频也会了解到祈福新村作为号称全国第一大盘的一个屋村，它平时周末的一种氛围和大家生活的一种状态那就是随意的做一份分享而已。好了，那我们改日出行再见吧，拜拜。